绘画这一领域有个很有趣的现象，就是人的眼睛往往只能看到自己所接触到的知识。喜欢绘画的人，平时画画，寻常事物可能还能画得出来，但具体到某种物体、人的五官、人体的某块肌肉、某种不寻常的动物、植物、怪物、某个文明的服饰什么的，我们的脑子里可能只有一个模糊的印象，还要考虑透视和比例问题，直接画出来肯定会很丑，或者根本画不出来。为了安全起见，避免丢脸，这时我们都会去网上找个参考，反复草稿后再下笔。但是有一位大师，他就像一台打印机，一个个点子根本不需要草稿，也不需要参考，只需要一支笔和一张纸，他就可以信手拈来，不费吹灰之力。他就是韩国插画之神金正基。1975年，金正基在韩国高阳市出生。他从小就不在乎学术表现，而是从上学第一阶段到最后都一直在画画。大概是6岁的时候，他收到一本素描本的礼物。当他看到封面的时候，他要成为像他一样能画出有趣图像的人。后来他才知道，那个封面是出自鸟山明之手。高中的时候，金正基最多有12个小时都在画画。放学后去美术学校到晚上10点，也都一直在画画。虽然他的老师建议他去增强手艺，但他的父母不鼓励他全力追求艺术。作为他未来职业的象征，金正基没有听取父母的指示。他在东艺大学学习了3年的艺术和设计，同时在这阶段服了2年兵役。有趣的是，正是在兵役中，金正基开始透过记录周围不同的制服、武器和交通工具来发展其独特的才能。他会敏锐地观察装备以及武器，甚至透过触摸来感受它们。为了作画，他不断观察着世界所有的片段，从过去到未来，从乡间到城市，从真实到虚幻，从生命到无机。他每天都花费大量的时间在练习，累积了数以万计的庞大资料库。一个属于他个人的无限世界存在他的大脑中，练就了他可以在白纸上凭空勾勒出任何一种奇幻空间，也获得了人肉打印机速写天花板的称号。他的作品与多元化的创作手法完全融合，以超乎常人的多维空间立体视觉来展现画面的张力。他的绘画过程用成竹在胸、千变万化来形容毫不为过。其作品主题以写实、超现实和批判现实主义为基础，内容天马行空，往往能让人惊掉下巴、叹为观止。所以就算放在业内来讨论，他速写大师的地位是毋庸置疑。很多人都夸他是难得一见的天才，他本人却说，我只是比较会坚持。对于一位天才来说，即使有着再高的天赋，每天大量的练习依旧是不能少的。他之所以能够成为殿堂级的画家，并非侥幸。高强度的场景和人类的刻画训练，从质变到量变，金正基不停地探索他所能见到的事物，不停地去研究它们的结构，最后理解它们，存到了自己的脑中。金正基认为，让角色变得生动，需要至少在动作、服饰和背景3个方面下功夫。这个角色是什么文化背景？欧洲还是亚洲？他的服饰看着太单调了，如何可以丰富一下？加点花纹上去吧，但应该加什么花纹？辣妹是 D 罩杯还是 F 罩杯？身上要不要来个纹身？
机车是什么牌子，引擎是什么构造，背景应该加上一个部落，那么他们是什么样的部落呢？应该添加什么元素才能表现出这些细节？金正基的脑子里需要一边想着故事、构图、比例，一边还要去思考人物的关系、表情、动作。角色活力自然需要通过人物动态来展现，因此动作设计是必不可少的。金正基也认为，故事情节对于角色生命力至关重要。他发现能够让人们长时间记住的角色，都有他们各自有趣的故事情节。长得好看、身形火辣的角色，可能在短期会卖得比较好，但如果想要让角色产生生命力，持续进行创作，一定要有故事情节。金正基在绘画时，会按情况来画出周围场景、角色以及角色相符的气氛。故事情节、周边人物这些内容，他都会一起构思，并将它们逐一画出。但金正基也强调，如果一个美术作者想画一个人，从头到脚都是自己想要的姿势，至少需要10年的绘画功底。即便是现在，他都认为自己还不能很完美地做到这一点。但如今的金正基只需要一支笔，没有其他助力，不需要草稿，全凭大脑中装着的东西就可以开始他的表演。这就像一位外表平凡无奇，但拥有超能力的英雄。如今是数码作画的时代，大部分画师早已不再使用纸笔，而是选择使用电脑绘画。但是金正基始终坚持手绘。金正基经常使用墨笔作为创作工具，因为他的作品的影片或是串流都是他自己的纪实创作秀。他认为在他的创作里，笔墨是最实际的工具，因为不管影片剪辑的再好，如果他是用细笔来绘画，线上观看会看不出什么效果。墨笔既黑又粗，而且可以做出很多干刷技法的效果。不过或许大家看不出来，其实大师是有草稿的，只不过他用的是眼睛。在画巨幅作品时，金正基大概能用眼睛完成画面60%到70%的草稿，剩下的30%到40%是即兴创作。在大师看来，在游戏行业工作的人可能会有这种情况，像那种酷炫、帅气的姿势，大家都画得非常好，但如何让那些很酷的人物融入现实生活里，让它变得更有真实感，其实比想象中更难。所以大师也推荐大家日常练习一些比较基础、自然的姿势，再坚持添加1-2个素材，就能画出一个看上去比较像样的空间。金正基认为，赋予一个人物生命力的另一个方法，就是添加、变化人物服装，从一个平凡的普通人变成其他主题的角色。作者可以先设计出和游戏相匹配的、符合设定年代、符合世界观的服装，然后再让这个人穿上去。金大师曾经说过，要成为好的插图画家的条件之一，是你要意识到，虽然那些视觉感觉很重要，能够紧跟着时代的潮流也很重要，但是最基础的是了解大量知识，这样才能源源不绝地持续创作出更好的作品。2022年10月3日，金正基完成了在法国的工作，在到达机场后，忽然感到心脏不适，结果送医抢救无效，金大师就这样匆匆地离开了地球，享年47岁。金正基的离去，成为了我们巨大的遗憾和损失。至此，地球上又少了一位
才华洋溢的人。说到这里，我心中一阵莫名的悲痛。独上高楼，望尽天涯路，其实创作艺术何尝不是一种寂寞者的修行？金正基在自己短暂的人生创作旅途中，忍受寂寞，反复挑战自己。他一生对绘画的热爱，用画笔记录美好创意。作为一名速写艺术家、漫画家、绘画导师，他在国际上产生了不可估量的持续影响力。他的每幅作品都像散播了一颗种子，在每一位爱画人的心中扎根发芽，开花结果。所以说，世上哪有什么天才，只不过是他们一直在努力坚持罢了。金大师一路走好。感谢您耐心观看，我是 Johnny， 我们后会有期。